贫僧自西方而来，前往东土大唐之地。如果说唐三藏的故事是因为《西游记》才广为流传，那么达摩祖师就是硬生生凭借一己之力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数不尽的传说。菩提达摩乃是天竺的一位王子，生来具有大智慧。小时候被禅宗第27代祖师般若多罗尊者收为大弟子。长大后佛法精深，成为第28代祖师，所传大乘佛法无比精妙，蕴含不可思议的大道智理。可因为信徒太多，影响力太大，被亲侄子国王所不能容忍，派出大批人马追杀。而达摩得到佛祖启示，准备远赴东土，前去传播大乘佛法。可即便如此，追杀的士兵依旧络绎不绝。眼看情况危急，达摩号召信徒盘膝坐地念经诵佛，以无上佛法对抗杀戮。眼看敌人越发猖狂，达摩的意志上达天听，佛祖降下无穷怒火，化作满天雷霆阻拦敌人。达摩微微一笑，来到南海边，大海为其分成两半，供达摩与他的信徒通行。而当追杀者想要过去的时候，大海便有自动合拢。此等神迹震撼了现场的所有人，追杀者也不由得下马跪地，对这尊无上佛陀表示尊敬。达摩渡过南海，让自己的信徒留在家乡。经过这件事，对方必然不会再追杀，而他则孤身一人踏上了前往东土的道路。此时中原正值南北朝时期，局势混乱无比，各朝佛教也相互在争夺正统地位。北魏国师刘知三藏就是其中最大的一股势力，他法术精深，自诩佛门正统，对其他的佛教徒大肆打压，甚至动用武力行那大屠杀之事。达摩动身前往东土的时候，刘知三藏冥冥中产生一股预感，会有一个异域来的僧人对他产生巨大威胁。于是他号召出首席大弟子，让对方率领3000精兵杀尽天下僧侣。与此同时，达摩也抵达了中原的边境。这里有一个小屁孩正在狩猎，猎物则是一只奇特的小恐龙，一口能咬下半个大饼。小屁孩欲擒故纵，一步步带着小恐龙走向陷阱。可达摩却在此时忽然出现，看见小屁孩本想问问路，却意外触发了对方设置的陷阱。以他的本领，自然不会受到什么伤害，可猎物却因此受惊离开。小屁孩很是生气，怎么都哄不好的那种。达摩5次3番道歉，才让对方脸色缓和，为他指明了道路。不过等达摩一走远，小屁孩就露出了阴险的笑容。道路是没错，可那边的人类可不是好相处的。一片茂密的玉米地，一个女孩正在慌忙地逃跑，一群手持火把的暴徒正在疯狂追逐。眼看女孩就要惨遭毒手，达摩凌空一跃，闪亮登场。伤害一个小女孩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和他大战300回合。村民们的情绪很是激动，这家伙可是得了麻风病，今天必须死在这里。随即大打出手，达摩可不是好惹的，拳掌一震就甩飞好几个壮汉。佛门也有金刚怒目，他一边作战一边带着女孩跑路。跑到一处山谷，达摩施展法术，放出2团幽冥鬼火，村民们很是害怕，重新的退了回去。达摩带着女孩，本想仔细问问情况，可对方犹如惊弓之鸟，哪怕面对救命恩人，也很是害怕。达摩无奈只能止步，但事情却没有到此为止。女孩被达摩救走，不甘心的暴徒就盯上了他的老爹。今天要是不说出对方的下落，你就别想站着离开。老头很是害怕，别说他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下落，也不能残害自己女儿啊！小混混恼羞成怒，对着老头一顿殴打，直到口吐鲜血才肯罢休。达摩途经此地，很是不忍心，而女孩得知父亲受伤，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查看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达摩适时的出现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怎能见死不救？他运气10成内力，手掌散发淡淡金光，贴在老头背后，以无上的佛法修为为其续命。可达摩毕竟不是真正的佛陀，佛光也不能替代医生和草药。短暂稳住老头的伤势，达摩按照女孩的指点前往小镇寻找小神医。这地方也是奇怪，竟然让一个7、8岁的小屁孩替人家看病。瞧瞧病人的惨样，吃药都要吃崩溃了。虽然看起来不正经，但小神医的确有着真本事。达摩一路打听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请到医生。但很可惜，老头子的伤势实在是太过严重，小神医也回天乏术，
不得已，达摩等人为其举行了葬礼。女孩因为身患怪病，只能躲在角落悄悄流泪。等到四下无人，才出来悄悄烧点纸钱。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挑苦命人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达摩默默为老人送行，他一生参悟大乘佛法，可关于生死这一个人生大关，也一直是沉默以对。达摩体会百态人生的时候，千里之外的流支三藏也再次产生感应，他的敌人离他越来越近，必须要提前做出准备。大反派召唤弟子，聚集万千教徒，扫平每一家阻碍他们的势力。另一边，达摩为老人送葬之后，女孩已然绝望，搭起绳子就要结束凄惨的一生。忽然，一颗小石子猛地飞出，达摩从远处缓缓走来，温言细语劝慰女孩，鼓励她拥有活下去的勇气。可情况才刚刚有所好转，一个被达摩感化的路人甲出现，表示出了对女孩的厌恶之情，瞬间就让达摩功亏一篑。凡事就怕猪队友，哪怕是达摩这一等的佛陀也不例外。又好气又好笑的达摩给路人甲讲了一番道理，随后两人准备去找女孩道歉，可走到半路却得到一个坏消息，女孩被抓起来了。不巧是被一个道貌岸然的高层抓起来的。这家伙对于麻风病没啥心思管，他之所以抓女孩，是因为最近流传出一则消息，一个叫做高小禅的女孩拥有舍利子，巧了，就是眼前这位。和尚很是贪心，威逼利诱让女孩交出宝贝，可对方现在身心都绝望无比，哪里知道什么是舍利子？眼看对方越来越过分，高小禅准备和三人同归于尽，结果嘛，不言而喻。达摩赶到之时，女孩已经被绑在柱子上，准备焚烧致死。佛陀有大慈悲之心，身体绽放万丈金光，准备拯救女孩于水火之中。临死之人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能喝口水。和尚虽然不要脸，但毕竟道貌岸然，这还是答应的。达摩自告奋勇上前去送水，外来的和尚好念经，天竺来的达摩很容易就得到这个机会。而喂水之时，达摩悄悄施展法术，一会儿有好戏看。女孩现在非常绝望，也非常感谢达摩，下辈子她一定做牛做马报答。随后熊熊大火燃起，生死存亡之际，达摩刚准备念咒施法，一个黑衣人从天而降，踢翻火堆，劫走女孩。在场众人惊讶无比，老和尚更是震怒，敢在他的地盘闹事儿，找死！黑衣人跑路的时候，老和尚施展轻功凌空飞跃，双方互相对拼了几个回合。黑衣人年轻力壮，功力深厚，老和尚根本不是对手，只能悻悻然离开，回到寺庙里准备下次找回场子。而黑衣人此刻正在女孩身上摸索，很是急切地在寻找什么。达摩神出鬼没，从他的背后走出，如此行径可不是君子所为。黑衣人没有丝毫废话，亮出拳脚大杀四方。可达摩是谁？能一尾渡江的顶级大佬，能从天竺一路打到东土的顶级狠人。区黑衣人三两下就被打趴下，眼看对方一副严谨受禄的样子，达摩笑笑，再怎么说你也算是救了女孩，留下你的样子，然后走吧。而此时正是国师留之三藏的徒弟，这次也是为了传说中的舍利子，失败不算什么，可徒弟遭遇失败的原因让三藏瞬间大惊。那东来之人不就是他梦里的大敌吗？达摩转身，女孩已经醒来，依旧还是泪眼朦胧。她怎么就那么惨？这一身麻风病的由来很是可笑。那天女孩外出，不小心遇见武林高手的搏斗，几个反派心思狠辣，女孩仅仅是目睹，他们就要灭口。白衣老头乃是名门正派，出手将黑人逼退，随后自己也撑不住倒在地上。女孩心地善良，将白衣老头带回家养伤，可不料对方竟然有麻风病，害得他落得如此下场，真是好人没好报。不过对方临终之时曾留下一件东西，那就是众人苦苦寻找很久的舍利子。原来流言是真的。其实女孩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只以为是一颗大珍珠，直到老和尚绑架她，这才明白竟然是舍利子。这玩意儿可稀罕得很，只有高僧大德能烧出来，就连达摩都无比震惊。不过他并不贪心，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女孩治好麻风病，这种事情还得去找小神医，毕竟专业对口。小屁孩现在跟路人甲混在一块儿，骑在脖子上观看老和尚的讲座，刚丢了面子，现在着急忙慌出来洗脑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信。小神医跟路人甲在那儿看了半天，闲着无聊，跟骗香火钱的死胖子闹了一会儿，碰瓷儿赚了一笔钱，高高兴兴全施舍给乞丐了。
达摩又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一旁，请小神医前去治病。可这麻风病着实古怪，想他一代小神医，竟然死活诊断不出来的原因。最后没办法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可等了半个时辰也不见好，小神医上前查看，女孩忽然疾病发作，眼看就要完蛋。这时候达摩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是他天竺老家流传的一个古法，用高温硫磺水刺激肉身，对于皮肤病有着奇效。达摩找到一处温泉，抱着女孩缓缓沉入水底。身为佛门弟子，当有大无畏之心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达摩意念合一，静静等待奇迹的发生。一炷香之后，女孩猛地抬头，脸上涌现金光，待到光芒散去，高小禅犹如出水芙蓉，脸蛋光滑似鹅卵，怪病治好了，自然欢欣鼓舞。告别过去之后，跟随达摩闯荡江湖。而与此同时，邪恶的留之三藏来到了这座城市。那么他会和达摩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？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